今天去的这家是直接把爷给吃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跟我上前菜，我要生气了哈。你说前菜好吃也不能上这么多吧？这光前菜就吃了我2个小时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Z， 今天就突然很想吃那个，又到了吃寿司的日子。这家看网上评分好像还不错。すみません。你买的这种稍稍高级一点的餐厅一般都是没有图片的，非常傻，但是师傅非常帅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个欧玛卡塞的套餐。欧玛卡塞套餐意思就是指你爱上什么上什么吧。不过桌上也有写一些本日的食材推荐。第一个前菜是2颗螺丝，其实这个肉还挺多的，很浓的海盐味。作为小菜的话，味道其实还可以。接下来这个就比较重量级了，生的白子。我其实是有一点不敢吃的，视觉上面过于震撼。主要是这个它还是生的白子，生白子。就是那个胆固醇的味儿特别重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它是好吃的，一点点鸡肾的味道，再伴着一点酱料的酸甜，其实我还挺推荐的。接着还是一份长相十分震撼的菜，海胆章鱼丝，就是把海胆炸成酱之后和生切的章鱼丝混在一块儿，其实就是海胆的味道，还不如直接给我上一份海胆。然后这个是我今天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道菜，甲鱼汤，它端上来特别的香，就那个甲鱼的油都在泛光，而且肉也不少，味道还特别的浓郁，甲鱼皮也还是很 Q 弹的那种。这个菜可以说是今天的极品。接下来是刺身，一共是6种海鲜，然后里面的这个是紫苏叶的宝宝，吃法的话就是紫苏叶卷一点肉，然后再加一点萝卜丝儿和这个种子，卷起来一口吃的话口感会很丰富，甜虾就是越吃越饿。鲷鱼和金枪鱼就不用说了，厚切的真爽。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青花鱼，虽然鱼腥味确实很重，但是吃起来巨香，味道特别大。然后又给我们上了一道组合菜，鲍鱼刺身加鳗鱼烧。鲍鱼的话可以蘸一点这个鳗鱼的干，是一种苦茶的香味儿。鳗鱼是烤了之后凉拌的，这个倒不是重点，它下面那个黄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手工真的可以把黄瓜切成这个样子吗？吃完这个又是一份汤，这个真的是一家寿司店吗？而且这么小一碗汤还重新配了餐具，实属有点夸张了。不过他家汤为什么都这么好喝啊？然后是一份西京烧烤鲷鱼，是一种甜口的烤鱼肉，味道香香甜甜，上面涂的那个应该是蜂蜜。接下来你想不到吧？我们还有前菜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茶碗蒸蛋里面是一坨很大的蟹肉，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终于吃到了最后一份前菜，海老味增汤。这碗汤下肚之后，我也已经忘了我今天是来吃什么的了。直到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寿司，从未这样期待过寿司。这家店的经营理念是不是先让顾客饿2个小时，这样最后的寿司就显得无比的美味。像那个青花鱼寿司，鱼肉已经把米饭完全包裹住了，蘸一丁点酱油，特别过瘾。海胆寿司还是寿司之王啊！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终于又吃到了一家满分店铺，好不容易啊！我算是直接吃顿悟了。就是好的寿司店靠的并不是浮夸的装修，而是要看师傅的技艺高不高超，还有食材的搭配方式。今天不是崴了，今天是纯寿司。这家店现在在日本的100家名店里面直接冲到了前10名，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而且它还不是米其林，我就更好奇了，来细细看吧。しました。はい、しました。失礼します。人多いね。后边年迈的那位是今天的主厨，旁边这位就是他徒弟，我看他就在旁边疯狂的开生蚝。今天的第一道前菜是3个小菜，看到这个毛豆我还是有点疑惑，这就是普通的毛豆。然后这个小菜我很喜欢，就是腌制的鱼肉上面配了一坨梅子酱。就是梅子味道的腌鱼，特别爽口。接下来的刺身还挺有仪式感，就是师傅切好了之后会一片片放在你面前。第一个是鲷鱼卷的什么什么草，草本味很重，吃起来很清新，翅背就很有嚼劲了。我称它为荤海带，你们懂那个口感吧？脆嫩脆嫩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青花鱼，它的做法很不一样，很浓的烟熏味，就像那个干木柴烧起来的味道，搭配着一点小葱，特别香。然后是老朋友茶碗蒸蛋，料都是藏在下面的，是扇贝肉和鸡腿肉，老朋友还是这么好吃。然后接下来上了一份我巨吃不来的菜，生的生蚝。不过还好的是它没有很腥，但我就想问，你们喜欢吃生的生蚝吗？我反正有点吃力，还好，就是生蚝的味道。幸好下一道菜是个熟菜，煮的金木雕和一些蔬菜，看到金木雕像看到了救星。这种小鲜笋也很好吃。吃完这个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寿司环节了。这种看着自己的寿司一个个做出来的感觉还真不一样。第一个我以为它是某种鲷鱼，然而它并不是，因为这个寿司油巨多，甚至还有点和牛的味道，脂肪好多啊。此个オトロでございます。オトロ就是金枪鱼脸上最肥的那个部位，它真的很肥美，但是一点都不油腻，而且师傅还在上面刷了一层甜酱，所以那个金枪鱼脂肪的味道就变得更加的鲜美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柠檬章鱼寿司，章鱼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，但把它烤了之后再配上一点柠檬，口感真的提升了很多。然后这个青花鱼还很惊喜，它上面有一层果冻，那个是无花果口味的，又吃到了清奇的搭配。接下来就是海胆寿司了，第一个是蟹肉海胆寿司，长得就非常的好看，感觉蟹肉好多呀。海胆也是刚才掏出来的，你吃的时候还得用手把它推进去。然后这个是海胆卷，虽然其实并不用一口吃，但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海胆充满整个口腔的感觉，过瘾。接下来是金枪鱼的秋托罗，没有刚才的オトロ那么肥美，但是口感更好。这个好像是烤某种贝类，吃起来微微泛甜，好吃。最后又给我们上了一份厚蛋烧和一份金枪鱼刺身，哇，这2个吃完就已经饱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压轴还来了一份烤鲍鱼。甜品的话是抹茶和巧克力大福。这家店我还能说什么？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就是不同，卡玩意儿。
今天发现这家寿司店满足感特别高，这一顿寿司就吃了20种海鲜。所以夏天不吃寿司吃什么？吃寿司跟吃河豚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今天这家店又是在京都找到的家100年老店，不是吹的那种啊，他们家是真的开了125年。不过就是这种店很难进去。就到了京都，你会发现你的钱根本没有任何的卵用。这种餐厅你不提前1周预约根本进不去。哦哟，我看你有好歪。すみません、6です。啊。这个就是一碗放寿司的盘子，这位是大将的女儿，旁边那位就是他儿子。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个事儿，为什么寿司师傅没有女性啊？而且大将为什么都没有头发？他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有的吧？你看他儿子都有。哎，好了，我废话太多了。第一个就是一个很贵的寿司，比目鱼寿司，它肉质白嫩，脂肪很少，1.7%的脂肪率，所以才是第一个上的寿司。紫苏啊。第二个就是鲷鱼了，它上面切了很多刀，是要锁住酱油，所以这种店一般是不用碟子蘸酱油的，因为师傅会帮你全部调好。刚才这个还有点梅子酱，是酸甜口味的，然后是刺身，特别大一片，而下面的米饭只有一点点。师傅说寿司里的米就是为了衬托肉的鲜美而存在的。然后这个是今天的王牌之一，金棘鱼，是一种非常非常昂贵的深海鱼，它就是肉厚脂肪多，而且那个肉还很有嚼头，像一块脂肪口香糖，太有嚼劲了。接下来是竹荚鱼，日文读作阿吉，也是我的日文名。这个鱼一般是用来烧烤或者做鱼肉罐头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鱼，所以现在相当于是我吃我自己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才给力，龙虾尾寿司，它是把龙虾尾对叠过来，中间夹了一小块米饭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那您出门左转吧。哇，虾肉好多啊！对了，这家店还是 Solo 上面的朋友推荐给我的，这是现在年轻人里特别火的一个社交软件，闲聊唠嗑都可以上 Solo， 还可以随时随地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最近也在上面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探店成果，可有意思了。好啦，我们继续下一个寿司，鱼子寿司是我最讨厌的寿司之一，齁咸，可能是我吃不来吧。接下来又是很厉害的一种金棘鱼，头黑金棘鱼，就这个鱼更贵，应该算是寿司鱼类里面最好的一种。普通寿司店一般是没这个鱼的。上面那个是金棘鱼的肝，然后加了几根小嫩葱，这就是一个艺术品。金棘鱼的肝是茶味儿，肉质就是深海鱼独特的香嫩。好的，接下来是章鱼肉，又是一个锻炼咬肌的东西，跳过吧。哎，鲍鱼我就很喜欢了，脆嫩脆嫩的口感，这个我可以吃10个。上面涂了一点酱油和柚子醋，特别的爽口。然后是盐海胆，就是吃进去的时候还有那个盐的颗粒感，加了盐会显得海胆更甜，好吃。然后是赤贝寿司，这口感特别丰富啊，就上面是脆的，下面是软嫩的。师傅在上面涂了一层甜甜的照烧酱，然后这个是毛蟹的肉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就是太小一口了。接下来是鳗鱼卷，它是把鳗鱼翻过来之后卷了一层米在里面，真的是一大片的鳗鱼。鳗鱼的腥味特别重，就很香。紧接着就是鳗鱼鸡蛋烧，它是把鳗鱼切碎之后夹在鸡蛋里面，这个厚蛋烧特别的 Q 弹。吃完这个就是最后的重磅炸弹，金枪鱼的窝头咯，3个字形容，全是油，特别的过瘾。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无敌卡玩意儿。今天我们终于又吃到了一家满分寿司店，这种店真的太难得了。吃这家店之前，我一直觉得那个黑色的寿司很怪，吃了之后我真的很想感叹，这简直就是日本寿司界的一个新高度啊！它是东京新开的一家会员制的餐厅。又到吃寿司的日子，今天就来一起看一下秋天的第一个满分店铺是什么样子。这次我们又是在麻布十番这个网红地啊，进店的时候还要输入自己的预约码。为什么吃饭要这么严格？很香。开饭之前大家还要一起上一课，主要是讲了他们的烹饪方式跟原材料。可能黑色的寿司大家都是第一次看，前菜都是一些很开胃的东西，就是想让你待会儿能够多吃一点，非常实在。这是鱼子荞麦面，酸酸咸咸，确实很爽口，虽然它只有一小口。然后是烤扇贝肉，用一片海苔夹起来的，它这个个头还真不小。海苔那个微微的咸味会把扇贝肉的甜味衬托得非常明显，特别的香脆。这种餐厅一般大家看到你吃好了之后，就会开始给你做下一个菜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寿司，金枪鱼刺身。它这个米其实本来是白色的，只不过涂了活性炭跟醋。你们都知道日本寿司的米其实没有浓郁的香味的，因为就是怕米香盖过肉的鲜感。但是我在日本尝试了这么多优质的米之后，还是很想念家乡浓郁香气的大米。我家之前经常爱吃的就是这个乳玉皇妃五常稻花香2号，煮好之后稍微靠近就能闻到浓浓的米香，米粒在自然光下看起来非常的透亮洁白，吃上一口而且非常的有嚼劲，软糯 Q 弹。前不久还获得了日本的评优大奖，不仅米的品质非常优秀，而且香味和口感也更好，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。你们看这个颗粒的质感，不愧是国货之光了。好啦，说回下一个菜，它这个是用米酒蒸出来的鲍鱼，下面那个酱特别的好吃，它是把鳗鱼干磨碎了之后，加了一点芝士进去，哇，神奇的鲜味，就是爆干的茶香加上芝士的味道，我感觉像在吃巧克力酱。又上了一份啊！然后这个是金枪鱼里面最好吃的部位，秋头喽，你们就当是鱼里面的和牛好了。看到这个雪花了吧？这个就是金枪鱼才有的肥美。下面那个是海带末，刚好中和了脂肪的油腻感。哦，接着这个菜又很厉害，它还在炸的时候我就闻到味道了。松茸海鳗天妇罗，就是松茸中间夹着一块海鳗，裹上面粉之后丢到锅里炸出来的。被炸过的松茸味道特别的大，连鼻腔里都是蘑菇的味道。松茸三明治，你们看到师傅正在切的这个牡丹虾了没？配上虾卵之后刷了一层薄薄的酱油。其实虾卵本身没什么味道，但它让整个寿司有了颗粒感，吃起来更爽。我现在整个嘴巴里面都是这一只虾。喝口汤缓解一下。然后这个黑色的是关东煮里面的萝卜，黑色的成分是活性炭哈，下面铺了一些帝王蟹的蟹腿肉。
它真的就是那种淡淡的咸甜口味，但是那个味道又会在你的嘴巴里面缠绵，很温柔的味道。其实我们下面还有很多菜，但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要分上下期才讲得完了。那我们明天继续看玩意儿。上一次的满分寿司一时没把它讲完，因为这家店的大酱实在是太耿直了。但上一次其实我们只讲了一些无实包茎的东西，今天是正儿八经的吃黑寿司。我发现我废话真的好多。在嗦完了那碗很美味的黑色关东煮之后，大酱就开始给你做下一个寿司了。看那个肉的花纹应该是 otoro， 你们看这个手法，看得我很爽。但好像又有很多人在问我 otoro 是什么东西，其实就是金枪鱼肚子上靠近脸的那块肉，因为太肥了，所以就叫大鱼腩。味道有点烟熏的味道。我发现这种很肥的鱼肉就和那个黑米的醋酸很配。接着这个是金目鲷寿司，这个鱼胶原蛋白特别丰富，所以你嚼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嚼猪皮。那它的皮下脂肪还是很鲜美的，上面是加了一点柠檬皮的碎末，所以吃起来挺爽口。然后是这个，哇，我超喜欢这个烤北极贝，大家只是把它的边缘跟表面烤了一下，它里面的还是鲜嫩的那种。好有嚼劲力。我发现贝类嚼起来都特别的解压。然后这个鱼是芝麻鲷鱼，其实就是那种没什么味儿的鲷鱼。很清淡的口感，但是里面加了很多的芥末，吃完整个人都很精神，大酱根本不会让你停下来的。这是涂了一层照烧酱的血渍，鳗鱼的近亲，但是口感更弹。薄荷的味道，因为是草本里面提取出来的糖分，所以还有淡淡的草香。接着看样子是要卷起来了，它这个真的是卷了一大坨金枪鱼肉末，最后点缀一些酱油，这种手卷的饱腹感特别的强。海苔的咸甜味就很衬托金枪鱼的肥美。大酱看我们吃的很开心啊，还拿出了店里的极品海胆，这么大一坨，我手里拿着这个好像都不止一个海胆，而且它特别的香甜。卷完海胆我们就该卷鱼子了。三文鱼鱼子的特点就是汁很多，每一颗都很饱满，反正就是会在你的嘴巴里噼里啪啦的，又是解压新方式。我们好像把大酱吃高兴了，大酱现在把它的各种存货都搬上来了。大酱说这个菜没有那么硬，它是黄瓜加酒糟，它其实长得更像一个前菜，吃起来的味道很像那个木糖醇，大大泡泡糖的味道。然后是青花鱼寿司，腥味特别重的一种鱼，但有人也觉得那个味道很香。那比如我，对了，梅子酱和它味道也很配。最后一个寿司是鳕鱼子寿司，这个东西真的很贵，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味道有多好，它特别的咸，但是吃完之后嘴巴里会有种回甘。我们还是直接吃甜品吧，这个是一小杯米酒，还是很浓的那种，淡口闷了。这个甜品我很喜欢，应该是某种红豆寒天，吃进去之后是软糯的微甜，还是想夸一下这家店对甜的把控，精准又温柔。最后一个甜品是蛋卷，加了活性炭之后就是黑色的，里面的油水还很丰富。最后的最后还给我们展示一下他们家引以为豪的这个黑色炭，虽然喝起来并没什么味道，但这一次的探店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这是他们家的会员名单，有没有看到几个熟悉的明星？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特满足，卡哇样。今天我在探店的时候，总觉得面前这个大酱怎么越看越眼熟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人不是我吗？待会儿挖机，我一直在想啊，就是捏寿司这个活儿真的很难吗？我怎么感觉我上我也行？于是乎，我也成了大酱。今天我们就来探秘一下寿司匠人到底好不好当。我在网上搜到了这家店，它在新宿一个非常高级的大厦里。又到吃寿司的日子。我预定的是10万日元的大酱体验套餐，这样大家点一个赞应该可以吧？这都行。进门之后，工作人员就会给你发一套大酱服，这个不是 cos 的道具啊，它就是货真价实的衣服。换上衣服之后，还真的有点那个感觉。用到的食材都准备好了，直接上手体验最快乐的部分。捏一个米饭团子，不能捏太紧，大小也有要求。接着就是把它捏成一个椭圆，然后再把肉放上去。大酱真的很温柔的在教你，然后就是把它们捏在一起，看着很简单，但是要迅速的把它捏得好看，真的需要练。每一种寿司用什么米，用什么调味，多少的芥末，肉的形状和大小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。如果你没做好，就当着客人的面把它吃了吧。体验结束之后，你可以继续捏，也可以回到客人位上，让大酱给你做。主要是太高端的食材，不想糟蹋了。接下来甚至还有一个完整的omakase的流程，前菜一共有4盘，海胆鱼子饭团、味增版的和牛寿司、河豚的鱼皮，最后是鲷鱼沙拉。他家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，就是金目鲷寿司，把鱼皮烤到微微卷曲变色，撒上一点薄盐就可以吃了。处理恰当的话，质地很细嫩，脂肪含量适中。接着是海胆手卷，外形还非常的坚挺，吃起来像是柔滑的奶油，然后带有一点点淡淡的海洋的味道。章鱼寿司就是口感又韧又有嚼劲，但每次我吃这个都感觉像是在嚼橡皮擦。接着是茶碗蒸蛋，说白了就是鸡蛋的轻柔版，小料都藏在里面的。接着是一小碗鱼子饭，鱼子的味道其实就是一种细腻的咸味儿，它是属于一种比较淡雅的海鲜，一般会配上比较软糯的米饭，小爆珠真的很带劲儿。最后大家听我们说喜欢吃三文鱼，就给我们单独做了一大盘，它这个摆在一起，甚至有点像外星果实，这个吃起来口感就是爽滑，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脂肪，所以它整个寿司都是很油润的。金枪鱼在捏之前都会先腌一下，这是我朋友捏的，其实和超市里面卖的没什么区别，还是挺好看的。结束之后已经是晚上了，他家还自带了一个小酒吧，就是你捏累了还可以过来喝酒，喝饿了还可以继续吃寿司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很有趣的店，非常适合来旅游的人。大酱卡基塔桑也是真的很可爱。这次之后我就发现捏寿司的门槛其实很低，但是上限特别的高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真好玩，嘎巴呀！